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唠嗑一下俄罗斯选举。投票日期是从3月15日到3月17日，也就是到今天结束。德语媒体还是非常关注的，虽然关注的力度没有关注，比如说美国选举那么多，但是我发现所有的德国主流媒体都会报道。可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就是打开德语媒体，全是负面新闻。没有任何一条正面的。我看了，说那个普京呢是独裁者，说是近30年来做手脚最严重的一次选举，说这次选举根本就不公平，因为反对派都被排除在外。有几位参选人，但是他们都是忠于俄罗斯政府的，等等等等。然后还说纳瓦尔尼，也就是前段时间死去的那个西方捧红的反对派领导人那个政党。那个政党号召呢，俄罗斯人在中午12点才去投票，以示这种无声的抗议。还说在俄罗斯不同的大中小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抗议这次选举。另外呢，德语媒体说普京是独裁者，因为在普京的操纵下，对俄罗斯的宪法做了2次修改，所以现在是普京第5次参选了，而且现在任期延长到6年了，原来是4年，等等等等。另外，这次选举结果肯定是内定了，就是普京获胜，毫无悬念，高票当选。反正啊，我发现这几十年来，德语媒体都是一样，负面的报道俄罗斯。同样啊，德语媒体塑造的大独裁者有2个，一个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主席习近平了。大家听了之后，不要感到不适，确实是这样啊。我相信德国媒体呢，并不是例外，所有西方媒体，我相信呢都一样。你们这些住在西方国家有一段时间的，平时呢稍微关心政治的华人，还有中国人，你们肯定同意我的说法，对不对？你看，比如说你们在美国呀、法国呀，或者其他国家，英国啊，是不是你们当地的媒体也是把习近平描绘成一个大独裁者呢？对不对？因为当时中国也修改了宪法，就是允许习近平再担任一任中国国家主席，所以呢，当时西方媒体呢一片哗然啊，认为中国又步入了老毛的一人独裁的时代。话说回来啊，我发现呢，德国人特别喜欢对别人说3道4，指指点点。我认为啊，一个国家他们的民众啊选什么领导人是人家家里的事。打个比方啊，就像你在德国跟邻居相处，那邻居谁当家关你屁事啊，对不对？那你德国为什么要指手画脚呢？如果人家俄罗斯人不满意，他们可以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那个政府啊，对不对？他可以选别人呢。那为什么俄罗斯的总统目前看来肯定是高票当选？那说明普京在他的民众当中是有一定的威望的，或者说有很大的威望。我觉得西方人呢有一种羡慕嫉妒恨。你看，在德国，现在德国这个执政党有3个党组成一个联盟。每个党最多只有25%的那个得票率，连1/4都很难超过，别说过半了。就是说，这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很大概率他们在民众当中支持率肯定不高。如果他高的话，他那个政党可以得票，比如说50%才算高啊，对不对？过半呢。而且目前看来，德国这个执政党，也就是这个交通灯联盟，他们的民调特别的差。比如说，现在德国总理这个政党叫社民党，一般民调都是15%左右的支持率，有的时候甚至更低。反而那个反对党基民盟在30%左右，还有德国那个右翼党叫选择党，一般是22%到24%左右。那个绿党现在一般也是14%，所以特别特别的低。但是就是这样的政党，这样的组成的德国政府，硬是呢对什么中国呀、俄罗斯、巴西啊，还有南非这种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这点我真的很难接受。先管好自己国家事情吧，不要老管人家。人家俄罗斯人选谁当总统，真的关你德国屁事啊？那是人家俄罗斯选民的事情。况且了，你德国那么积极的制裁人家俄罗斯，人家俄罗斯的那个经济发展比你德国更好，
人家还有3%的经济增长率，而你德国呢，每况愈下，像去年0.3%经济萎缩了，搬石头砸自己脚。但是德国人呢，我发现从政客到民众没有这个政治智慧，因为我看了啊，德国民众他们对俄罗斯选举的评论，绝大部分都是非常非常负面的，跟他们的媒体一个调调。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感到比较可悲了啊，就是德国民众真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虽然说啊，西方媒体还有西方人总是自己自豪地说，你看我们有新闻自由，我们可以获得任何的信息。可是我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而且他们大部分人呢也比较懒，另外呢外语也不行。我相信呢1/1000的人能稍微看懂一点中文媒体就很不错了。所以呢，绝大部分的西方人他只懂得用自己的母语来获取新闻来源。那他们的新闻来源一般当然是德国自己媒体了，对不对？可能稍微呢能看懂一点英语的，他们获得的消息来源，那也只能是 CNN 啊或者 BBC 这种也是沆瀣一气的西方媒体，对不对？所以他们获得新闻资讯啊是非常片面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既懂得中文，大部分人呢虽然英语说的不好，但是呢读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至少我相信呢，今天看我频道的大多数网友肯定高中毕业了，大学也毕业了，即使高中毕业，那英文我相信呢阅读是没有很大问题，不可能每个词都理解，但是我相信能够理解一个大概，对吧？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肯定能够掌握。所以我相信啊，就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绝对要比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呢更加全面，这是我敢100%肯定。虽然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啊，但是呢从我掌握的资讯来看，还有从网友反馈的信息来看，其实俄罗斯人他们的社保这方面与他们的收入相比啊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什么医疗啊、失业啊、电力啊、能源方面，还有出行，相对来说都算还便宜，对吧？不像德国，你看连取暖现在都没有自由了。你看前2天我还做了一个节目，对不对？那个女警察她跟她的闺蜜什么交换怎么节约取暖费的小妙招，最后呢只剩下一张毯子加热水袋。那热水袋呢在上床的时候放到你的被窝里面，让你的脚不会受冻。难道这就是西方民主自由或者西方最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吗？这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质量呀，对不对？所以说来说去啊，我认为一个国家就是管好自己的事，扫好自己的门前雪就可以了。比如说德国人，你就管好你德国那1亩3分地，不要管那个中国人是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压迫，关你德国屁事啊！我又说啊，我现在就喜欢讲这个粗话，没办法，因为我觉得讲的太斯文了，不解气。这个屁话其实呢，我认为不算很粗。你知道德国人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什么吗？是 Scheiße 这个词。知道德语的，在德国生活人肯定知道，这是德国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其实如果翻译成中文是非常粗的、非常脏的一个词，就是大便的意思。屎大便，德国人每秒钟都挂在嘴边。Scheiße就是抱怨什么、骂人的话，德国人特别喜欢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觉得过瘾呢。甚至呢，连那个网红啊，还有那个公众人物，在电视脱口秀也经常这样说，大声地说。Aber wenn die diese Sanktionen zum Beispiel nicht gemacht hätten und man hätte sich vernünftig an einen Tisch gesetzt, ja, die Leute, jetzt müssen wir frieren, jetzt müssen wir dies und das, das ist doch alles Scheiße, das ist doch alles Scheiße, Scheiße, Scheiße。另外呢，说到俄罗斯选举，我也认为普京肯定会大概率而且高票当选。有些不喜欢普京的、不喜欢俄罗斯的人说，当然是指那个德国人了。他说肯定是117%当选。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肯定是希望普京当选，因为普京这个人呢，喜欢跟西方硬杠，我就喜欢这样普京的直性子。而且我担心，如果普京不当选，而是另外一个当选，比如说亲西方的，那俄罗斯必死无疑，对吧？
俄罗斯肯定内部会发生颜色革命，因为俄罗斯其实啊，他们用的社交平台几乎都是美国的，对吧？脸书、油管等等。俄罗斯好像出了一个 Yandex， 没有其他规模比较大的平台吧，也是用西方的、用美国的，所以他们的特别是年轻人也特别容易受到蛊惑，他们特别容易受到颜色革命的操纵，这点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呢，我内心还是希望普京胜利，而且目前看来啊，因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拜拜了，不得不转向中国，因为俄罗斯可以源源不断向中国供应能源，而中国呢，可以向俄罗斯供应任何的，不管是消费品也好，还是高科技产品也好，还是国防产品也好，中国都可以满足。所以呢，这是目前呢，中俄两国互补性非常的强，也是西方呢也非常非常害怕的啊。美国政府拜登，他就是看不长远，认为呢先把俄罗斯打趴下去，然后再来收拾中国。他没有想到，中俄走近了，其实呢对美国非常的危险。所以从民族感情来说，我肯定是希望普京获胜的。然后呢，普京跟伊朗的关系也不错，对吧？跟土耳其的关系也马马虎虎，然后跟巴西呀、跟什么南非、金砖这些重要国家都还可以，跟印度当然也还可以，对吧？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普京当选啊，对中国国家利益、对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最好的、最大的。我相信啊，肯定普京能够当选，毫无悬念。再做6年，那中俄两国的关系就稳了。今年2024年，很多国家都是大选年，那美国目前看来，可能特朗普当选的几率也比较大。那如果他真的当选，到时可能俄乌战争一夜之间可能就会停止，到时很可能以乌克兰失败而告终。乌克兰失败，那就等于西方的失败，也等于美国的失败。另外，我在一期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乌克兰战争不管什么结果，大的概率那就是俄罗斯现在掌握了东乌，对吧？他会乘胜追击，可能会把乌克兰那海滨城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军港城市奥德萨，从切松一直到奥德萨，把它夺过来。乌克兰变成了彻彻底底的一个内陆国，而且是内陆小国。另外，德佐要求加入俄罗斯，那么德佐也拿过来，俄罗斯的边境就大幅的向西南扩张了，可以说啊，几乎跟北约国家罗马尼亚接壤了。所以总体看来啊，虽然俄罗斯通过这个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损失肯定不小，但是它的收获呢也不小。损失包括，比如说芬兰还有瑞典都加入北约了，对吧？芬兰跟俄罗斯有上千公里的国境线，像北约的军事基地啊、什么导弹啊，肯定会布置到芬兰的前线去，对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圣彼得堡形成了非常大的威胁。但是俄罗斯现在在黑海这边把乌克兰死死地拦住了，反正有得有失吧。我相信啊，接下来这个世界大戏跟原来差不多，因为普京这个总统位置肯定还没变，继续做下去，而且做6年。所以呢，今后这个世界就是中美俄加上北约这些欧洲国家跟着美国一起，从大的说其实就是2方，对吧？中俄一级，然后就是美欧一级，没有其他的了，其他那些都是棋子，靠边站。所以接下来这几年啊，世界很精彩，老祖宗留下来几千年的智慧，我相信呢，中国政府能够好好的处理。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年初，换了一位美国总统之后，又是另一份天地了。我不知道俄罗斯选举什么时候出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今晚就出来了呢？原来我没有特别关心过俄罗斯选举，所以真不知道啊。它的结果肯定已经定了，那就是现任总统普京是接下来6年新的总统。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你们对俄罗斯这选举有什么看法呢？对中俄关系、中美、俄美关系以及俄欧关系有什么看法呢？希望大家踊跃发言，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